林业赶到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一片空虚吧。而且你最起码要通知我一声，叫我搬还是我怎么处理我的东西。拆迁公司未通知房主，自作主张将房屋拆除，这让房主崩溃直言：别人拆迁都是一夜暴富，可他家拆迁却房钱两空。那么，到底是谁给拆迁公司的权利，在未通知房主的情况下就私自拆除呢？这其中究竟存在什么隐情呢？面对镜头，杨先生都快哭出声来。他表示，事发当天自己正在外地打工，结果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，表示全家人所住的房屋都被拆迁队强行拆除了。杨先生焦急万分，立即回家，迎接他的则是一片废墟，以及废墟当中那残缺不堪的家产。枕头，那这个鞋子、毛线，这都压在废墟底下。除了这些东西，还有什么贵重物品吗？洗衣机、冰箱、空调所有东西全部在里面，有家具，所有东西全在里面。对此，杨先生悲愤不已，这可是他们一家老小唯一的住所，拆迁队凭什么说拆就拆呢？最主要的是，拆迁队自始至终都未通知过他们拆迁。这个房子拆之前有没有人跟你打个招呼？没有任何人打个电话是什么？拆迁你最起码要通知我一声，叫我搬还是我怎么处理我的东西。按理来说，在拆迁之前，必须要和住户协商，并且让他们搬走才可施工。可拆迁队却毫无征兆，直接让杨先生一家猝不及防。如果当时不是家里人跑得快，说不定就会埋在这片废墟之下。讲到这里，杨先生眼前一亮，他认为一定是有人瞒着自己签订了拆迁合同。对此，杨先生表示，很有可能是自家的债主和拆迁部门狼狈为奸，瞒着自己签了同意书，这才施工拆除的。可这名债主又是谁呢？原来多年前杨先生的父亲因为一次债务纠纷，把房子过户给了债主。不过当时双方协商，到了拆迁的时候，房子归债主，拆迁款归杨先生。对此双方并无异议。后来终于等到拆迁，拆迁部门表示会给65万赔款，但因为房子涉及到债务纠纷，双方一直没能敲定拆迁方案。之后，杨先生就去外地打工了。他认为债主为了将房子和钱全部私吞，这才以房屋产权人的名义签署了拆迁同意书。随即，杨先生联系上了债主，但对方却表示毫不知情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车的，哪个单位车的我也不知道。可既然无人签署同意书，那么拆迁队为何要自作主张拆除呢？难道他们真的不怕？在施工时，房屋里还正住着人吗？如果不是全家人跑得快，说不定就会被埋在废墟当中。那么拆迁队到底为何这样做呢？随后众人来到街道拆迁办，可对方一上来就开始踢起了皮球。拆去没个拆，那那个房子就有哪个拆的了？这不住址是到上去了。众人无奈下，只好来到了另一处拆迁办。可对方就像得知了小道消息，和上一家拆迁办负责人一样，开始装傻充愣。区里面说是你会原来是书记管理的吗？所以说我不信这个事情的。派出所说是你拆的，不可能的，派出所现在怎么说我是？那到底是谁拆的？我真不知道。显然对方就是在狡辩，仅凭一句不知道是谁拆的，就想推脱责任。杨先生对此火冒三丈，直言如果不是他们拆的，难不成还是房子自己塌了不成？随后负责人也表示，按理来说应该先通知房主，等到他们搬出来之后才可拆迁。可负责人明知如此，杨先生却还是没有收到通知，因此双方争执不下，不欢而散。如今杨先生已经一无所有，只能睡在这辆废旧面包车上。他表示后续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人身权益。那么你们认为到底是谁自作主张拆除了杨先生的房屋呢？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